直接上干货。丰明岛26份日志皆已找全，其中勘探员是9份，斯迈尔研究所留下的记录17份。研究目标是利用时空震荡器影响冥海的地壳运动，试图在冥海创造出新大陆。研究室创立于公元2662年，以利塔的发现为起点，福星矿的出现让个人做原能实验成了可能。斯迈尔随即伙同利塔招兵买马，成立斯迈尔实验室，并在丰明岛修建了简易建筑，伪造成人类居住区。目前出现的人员有头目斯迈尔、实验室主任某某尔、老员工图尔、潜力新人利塔、正义感爆棚的奥斯尔、负责原能提炼的倒霉鬼诺亚、实验室医疗人员奈拉和神秘的4字成员，共计8个人。从资料的叙述来看，整个实验室可能只有这8个人，因为原能实验是被禁止的。何况他们还是要引起地壳运动，这种变动不是地震就是海啸，不可能大规模的招聘。而且不要看丰明岛地方很大，建设楼房很多，实际上能活动的区域很有限。初到丰明岛，可能还有人会吐槽这里的建模简直糟糕，楼层不仅密集，而且层高很低，房间内甚至连光线都照不进来。更搞笑的是，这里的办公椅轮子还都是荧光的，让人怀疑制作组做模型时是不是受刺激了。但其实这些都是有意为之。丰明岛的楼房之所以建成这样，是因为确实不是住人的，而是用最快的方式、最简约的材料搭建而成。作为对比，我去爱达星其他地方考古了一遍，无论是沼泽的废弃生态研究所，还是亚夏幻塔下面的废弃楼房，亦或是维拉第3都市的烂尾楼，都与这里的建筑不同。可以明显发现，这3处地方的设计是以居住为目的的，不仅布局合理，而且层高也适合人活动，四周的墙壁也不会漏风。但反观丰明岛，就会发现这里的楼房只是为了看起来像楼房，甚至墙壁和天花板之间都有着缝隙，建筑材料更是廉价的很。单凭建筑的模型就能看出来制作组非常用心，很贴合资料的设定介绍。因为这里主要用于伪装，所以晚上可能连灯光都没有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楼层有资料，一些楼层没资料的原因，因为那些楼房压根就没人去。椅子之所以是荧光，也是为了能在黑暗里进行工作。这样来看，是不是越来越像黑作坊了呢？现在理解为什么这里的楼房连个门都没有了吧？好了，搞清楚这些，下面我们就按照正确的记载顺序来解读一下这26份日志。首先是勘探员的日志，公元2667年10月20日，勘探员17号首次发现了这里，这和晋都档案室记录的时间不谋而合，正是发现第2都市的时间。还记得小峰之前对冥海隧道的推测吗？冥海隧道并不是海加德一力修建的，而是改造了原有的地下暗河。大灾变后，迫于人口和资源的压力，晋都派遣出大量的勘探人员，在末日后的世界寻找立足之地。其中在迷障沼泽的下方发现了地下暗河的存在，沿着地下暗河就来到了冥海，这也是第一批到这的勘探人员。5天后，勘探员18号前来支援，并发现了大量的非常规设备，开始察觉到丰明岛的不同寻常。到了12月份，来到了勘探的高峰期，更多勘探员陆续传来消息，但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，从10月25日到12月2日，1个多月的时间，这期间发生了什么？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推测，认为先到的勘探员窃取了此地的研究资料，并递交给了海加德，将研究的成果据为己有，这才有了隔水立场。不过这个推论站不住脚，发现此地的是勘探员17号，假设他提交了资料，现在他已经是出色的科研人员，至少需要辅助隔水立场的研究开发。但在后续的日志中，依旧发现了他留下的日志。12月8日，他再次出现在了丰明岛，并注意到了此处不一般的原能辐射，所以不太可能是他窃取了资料。那可能是18号吗？17号早于18号5天时间来此，如果18号可以发现资料，17号没道理注意不到，所以这里就有了第2个推测。10月份的探测只是粗略的探索，就像玩扫雷一样，在可疑的地方留下标记，等待后续的探索。等勘探小组全部探查完，再对可疑区域重点探查。17号与18号的到来只是第1次探索，在发现丰明岛的可疑后，做了标记就离开了。等到12月份的探查才是更全面的排查。从11号的记录来看，虽然大部分资料已经缺失，但依旧有一部分保留了下来。从他叙述来看，现在隔水立场已经研究了出来，但耗能巨大。从17号发现丰明岛到隔水立场投入使用，这段时间太短了，这也是我推测隔水立场是海加德研发的原因。说来也巧，斯迈尔实验室最重要的成果，并不是把水隔开，而是只需要1点原能就可以维持隔水立场很久。当前的研究难题是能源，而得到的资料刚好解决了能源问题，这让因内斯的建立成为了可能。作为参考，档案室的记录刚好是2668年开始启动，因内斯的建设与隔水立场解决难题时间刚好吻合。剩余的日志基本都是正常记录了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暂停查看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本篇故事的重头戏——斯迈尔实验室的疯狂实验。
不要看这里的资料只有17分，但却有2个结局，一个是救世主主任某某尔拯救海洋，另一个是头目斯迈尔的自我救赎。这次的资料虽然大部分是乱码，但时间的位数与实验进度是不会逆转的。于是小峰据此将这17份日志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了一遍。接下来我们就根据日志记录来看看风鸣岛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事情的起因是丽塔发现了这片海域，更是发现了原能矿石复兴矿。注意看右下角的时间，公元2662年，这是时间最早的日志。虽然月份和日子成了乱码，但从位数可以推测出月份是10月份以后。下一篇日志来自头目斯迈尔，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那就是从岛屿诞生出大陆。注意看右下角的时间，与丽塔的日期位数也是相同的。随后便是来自老板的画笔，斯迈尔纠集众人开始了实验研究。接下来就是便宜主任某某尔的出现。奥斯尔通过人脉用福星矿吸引了某某尔一起来参加研究。为什么会出现某某尔？他的日志都有一个特点，句句不离开奥斯尔。如果不是觉得2人都是男人，我都觉得2人是情侣了。随后便是老员工图尔的加入，看得出来他对这里的工作很喜欢。注意看右下角的时间，日期的月份变为了单数，这说明此时的时间已经来到了公元2663年。为什么不会是公元2662年？这和日志的编号有关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后退查看一下丽塔日志的编号。后一篇日志依旧是图尔留下的，介绍了斯迈尔的悲惨身世。双亲死于沙暴，也难怪他那么抗拒生活在沙漠中。日志中也出现了他们的实验内容，利用时空震荡器造成板块剧烈运动，从而出现一片新大陆。这里我有个疑问，时空震荡器是斯迈尔实验室自己做出来的，还是直接购买的？这将决定隔水立场究竟是谁研发的。有了时空震荡器，发现它有隔水的能力并不难。我个人是倾向于这种机器是海加德研发的，斯迈尔只是通过渠道搞到了一台。原因有以下几点。第一点，原因海加德很强，海加德集结了科研的尖端人员，是人类顶尖的科研组织，对时空的研究也从未停止，包括重启元能都是为了研究时空的特性。第二点原因，斯迈尔实验室很弱。不要看风鸣岛的实验看似很牛，但实际上他们既没钱又没人，居住区是简易的材料搭建而成，人员也是寥寥数人。从日志的描述来看，这边的研究人员虽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，但都算不上拔尖，更多像是对未知发现的偏执所创造出的奇迹。与其说他们依赖自身，不如说是把希望压到了福星矿上。第三点原因是实验的内容，诺亚从事的是元能提炼工作，可见他们只是利用福星矿的元能启动时空震荡器，试图引起板块的运动。从实验结果来看，除了引发了大量的辐射污染以外，板块连动都没动一下。这次实验的失败是注定的，只是意外发现了可以利用很少的元能来维持隔水立场，这算是实验的最大收获了。接下来的日志是图尔与丽塔的争吵，也能看出来这里的实验人员并没有想象的厉害。接下来就是来自某某尔的阻止，但是被斯迈尔拒绝了。奥斯尔决定去检举实验。风鸣岛与世隔绝，只有东南角有通讯设备，我找这里找了很久，但并没有发现设备。另外就是这次检举失败了，不仅如此，发现了要检举自己的奥斯尔，令斯迈尔恼羞成怒，后续会有奥斯尔的下场。我觉得这篇日志不应该在这里，但是右下角的时间显示这依旧是单数月份，之后发生的事就都是10月以后了。奥斯尔在见过主任某某尔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检举，而是决定找丽塔去帮忙。这里的时间就很清晰了，公元2663年11月份以后，同时也引出了某某尔的自白。他已经发现了时空震荡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，但是已经没法收手了。元能实验禁止法案已经出现了，他们如果没有成果，就只能等着被制裁。这篇日志的顺序刚好是丽塔来找某某尔之后，这里也首次出现了旧联邦的名字诺恩联邦政府，可惜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从幻塔修建完毕后，几年时间里，除了海加德在拼命研究元能，民间也有更多组织与个人开展各种元能研究，这在时空旅人系列中有介绍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变异已经不可控了，所以才会出台元能实验禁止法案，可惜依旧是太晚了。某某尔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，夜不能寐，同时也在担忧着奥斯尔。某某尔一直觉得是他害死了奥斯尔，这份愧疚促使他后来阻止了一切。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由于长期操作元能提炼装置，诺亚身体出现了元能的副作用。这里的信息很劲爆，还记得伊奈斯海底那些福星矿吗？开始我以为这种矿石终于让元能洗白了，但看斯迈尔的研究结果，福星矿依旧有着元能的副作用，一样会引起变异，只是看这过程要比马拉彗星的元能接触时间要长得多，这就要看幻塔准备怎么圆了。现在维拉的人经过了第一任执行官的技术改良，增强了人体对元能的抵抗力，所以用福星矿到底还会不会变异，现在就成了一个未知数。在下一篇日志中出现了神秘的4字人员，看得出来他也是实验室的一员，而且性格火爆。
与奥斯尔关系匪浅。他阻止了斯迈尔的计划，但却没能阻止时空震荡器的失控。在启动时空震荡器的时候，发现了重要的成果。只需要很少的元能就能宫格水立场启动很久。这篇日志就出现了分歧，这究竟是某某尔所留还是斯迈尔呢？这里的分歧也就造就了两个结局。主任某某尔不论对丽塔还是奥斯尔都含有深深的愧疚，而斯迈尔也并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。悲惨的身世令他有些执拗，但他依旧怀揣着梦想，不论多大代价，只要诞生了新大陆都是值得的。但当一切破碎都化成泡影，斯迈尔是否也会回头是岸呢？下一篇日志依旧带着分歧，无论是某某尔还是斯迈尔都没有问题，但感觉这篇更像是斯迈尔。奥斯尔会恨某某尔吗？某某尔只是没参与到奥斯尔的检举中，并告知了通讯设备的地方。如果真的是恨，那就是某某尔说出的消息是假的，所以奥斯尔才会被抓住，所以我才会找不到通讯的设备。某某尔背叛了奥斯尔，所以才会恨他。如果是斯迈尔也很合理，因为斯迈尔把奥斯尔变成了变异的怪物。操控提炼装置的诺亚倒下，需要新的提炼人。意图检举的奥斯尔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，同样他也变异了。注意这篇日志的时间，月份是单数的，此时已经来到了公元2664年1月份，距离大灾变还有10天左右。日志的人关闭了时空震荡器。下一篇日志依旧处于分歧，但更偏向于斯迈尔，因为梦寐以求的家园是斯迈尔的追求之物，做出这种实验的他是罪无可恕的。相比之下，某某尔只是斯迈尔的手下，又有多少罪孽？还不至于下地狱吧？终于来到了结束，大灾变发生，一切化为了尘埃，风鸣岛的秘密被掩盖了起来，等待着后人的发现。但需要注意，这里的结尾留下的是神秘的4字人员，其他人都已经异化了，只有4字人员留到了最后，目睹了大灾变的发生，但他的结局也已经注定。时空震荡器失控，防护服破损，他能活下来的概率微乎其微。这就是来自大灾变以前的斯迈尔实验室的全部故事了。是不是感觉这个故事很精彩呢？只言片语拼凑出尘封的隐秘，正是魂系叙事的灵魂所在。不过如果掌握的讯息太少，可能只会觉得莫名其妙吧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